阿崩叫狗，下個人樣。越叫越走，阿崩養貓啲唔識養。係專仔症，哦，阿崩本嚟養開狗噶嘛，咁忽然之間養貓喎，所以咪轉死性咯。阿崩開招呢唔識吹，係齋鳩氣啊，係齋鳩氣啊，點解啊？崩口啦。哦，嗱，仲有幾多人講緊粵語呢？仲有幾多後生仔識得呢啲老餅歇後語呢？即係我哋講咗上半句，你就識得答下半句，試下啦喎。譬如話阿北閹雞，有心冇陣啦，咁風吹芫茜，下一句又係咩呢？衰到貼地咯。嗱，大家都知啦，芫茜其實就係元衰啊嘛，咁衰同衰又係同音喎，衰到貼地，即係話佢好衰咁解。我問你，再走佬數街燈係咩？下個人樣醉酒佬數街燈啊，好多盞，唔係你知嘅話你答咯個生得咁靚，真係瞓唱發電機咯，喎，咩意思啊？電死人啦！哦，即係話佢好鬼靚，鬼火咁靚，識得放電去吸引人咁解。嗱，如果想表達求其隨便是但嘅，就可以話童子軍跳彈彈床。自高彈彈嘅啦，自高彈彈嘅啦。咁抬棺材甩褲，下一句又係咩呢？誒，得鳩嚟人咯。嗱，抬棺材都要甩褲喎，所以咪失禮死人咯。咁吉他冇線，下一句又係咩呢？冇得彈咯，冇得彈，即係話冇得彈劾，話佢好好咁解。咁如果想表達唔想俾面呢個人嘅，又點講呢？要靜雲吞啊啦，咩意思啊？冇面俾咯。嗱，靜雲吞即係冇面俾你啊嘛，所以咪冇面俾咯。咁衰佬貼符，下一句係咩呢？倒貼啊啦，咁偷雞唔到，蝕咗揸米咯。嗱，本嚟偷雞係想用粒米去吸引佢過嚟噶嘛，但係到頭來又偷唔到隻雞喎，反而蝕咗自己個揸米，所以咪偷雞唔到蝕揸米咯，係形容佔唔到便宜，反而自己有損失咁解。阿婆坐過啲啦，坐過啲啦，哦好啦，送雞睇報紙啦，咩意思啊？走就你啦。點解呢？咁松雞睇報紙又點解會係走就你啦吓？嗱，話說舊陣時有一個叫做松雞嘅人，咁佢係唔識字嘅，但係佢又好中意睇報紙喎。嗱，有一日咁呢個松雞就拎份報紙嚟睇，但係點知調轉咗，佢都唔知，因為佢唔識字啊嘛。不過對面就有位好好心嘅仁兄同佢講啦：喂啊，邊個你份報紙調轉咗嚟睇喎？點知呢個松雞就話啦：你以為我唔知咩？我專登調轉走就你俾你睇嘅啫嘛。嗱，所以就有咗呢一句松雞睇報紙走就你嘅歇後語啦。咁呢度嘅就其實就係遷就咁解。咁如果想表達今非昔比，又用咩歇後語呢？一個孫妹兩個揾，咩意思啊？今轉變換人，咁一個蘿蔔一個坑，下一句又係咩呢？冇得預個。即係話剛剛好啊。咁形容各有本事就可以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噶啦，咁形容啲人好叻，好有本事，非常叻就可以話雅言獅子。唉，好咯，你拎到問咯，咁形容妨礙又有咩歇後語呢？唉，右邊跟新屋冇得住，咩意思啊？阻住晒啦，嗱，阻住嘅諧音其實就係阻住妨礙咁解嘛。咁山坑雞下一句又係咩呢？好似你講咯，空就威咯，今晚有乜咯？蘿蔔滾湯啊！哦，水鬼尿夠清咯，我冇放鹽噶喎。燒菇尿夠淡咯。喂，今晚生缺一個，外賣我啦，你真係陳村碼頭啊！點知你知哦？逢到必啱咯。陳村碼頭點解會逢到必啱呢？嗱，其實呢一句係好地道嘅歇後語嚟嘅。咁陳村就係位於廣東佛山順德，咁喺舊陣時係商賈雲集之地，曾經同廣州、佛山、東莞嘅石龍鎮合稱為廣東嘅四大名鎮。嗱，話說喺明清時期，咁陳村有好多大大細細嘅商鋪，嗱，通常喺啲米鋪、當鋪、字號或者係日用品店啊咁人流又多，所以吸引到唔少廣東其他地方嘅商人過嚟經商。
嗱，當時候嘅水路運輸係好發達嘅，最常用嘅交通工具就係隻船啦。咁陳村有好多唔同地方嚟嘅商人噶嘛，所以陳村碼頭就停咗好多大大細細嘅船隻。咁所以當時候就有句說話叫做逢渡必啱。嗱，其實原本係寫作呢個渡過嘅渡，三點水嘅渡嘅。咁因為粵語嘅渡同島發音係相近，咁所以後嚟講下就叫做陳村碼頭逢渡必啱啦。亦即係用嚟暗喻有啲人好中意賭，好難賭咁解。咁如果想表達唔出奇又點講咧？褲頭插支旗嘅啦，咩意思啊？出閪旗嘅啦，出閪旗嘅啦。嗱，注意啦，老廣講嘢好中意帶啲7啊9啊炒蝦擦蟹嘅字眼落去嘅。咁雖然有啲粗鄙，有啲市井，但係唔係鬧人嘅意思，只係為咗加強語氣嘅作用，起到一個強調呢句說話嘅作用，冇咩特殊嘅含義嘅。咁聽慣咗你就覺得係一種特色嚟噶啦。咁形容硬碰硬又點講咧？揸地堂鐵到板，硬到硬。咩叫做地堂啊？攞去搞割喎，連喎，牛翻連喎，就係咁。嗱，原來呢個地堂係每條村都有嘅，咁我哋家鄉話就叫做地湯，係個個都可以用嘅。揾一塊空地修建而成，用水泥修成，寓意係財不外泄，積聚喺家中咁解。咁你有冇見過呢一種地堂呢？你鄉下話又叫呢個地堂做乜嘢嘅呢？留言話我知咯。嗱，如果想形容有一啲人俾老細噴到一面屁嘅，好沮喪咁嘅樣，用普通話就叫做灰頭土臉。咁用歇後語又點表達呢？裝香打阿蕉啊！咩意思啊？一碰到個面灰啦，咁形容有一啲人貪一時新鮮嘅，就可以話新屎坑3日香嘅啦。點解咧？咁新屎坑又點解會係3日香啦？嗱，屎坑即係廁所，咁再古老啲嘅叫法就叫做茅坑、茅廁，用英文就叫做 WC。咁斯文啲嘅叫法就叫做洗手間。嗱，新屎坑即係話剛整好、未用過嘅，咁肯定係有香味噶嘛。嗱，呢度嘅香除咗係指香味之外，仲係馨香嘅香。而新屎坑3日香呢句說話，嗱，其實就係用嚟比喻有一啲人剛遇到自己心頭好嘅時候，係覺得好有新鮮感嘅，當係寶咁樣，好勁錫，好珍惜。但係呢一種新鮮感過後之後咧，佢就覺得冇所謂，唔在乎嘅態度，唔再覺得馨香啦。嗱，呢一個就叫做新屎坑3日香。嗱，亦都可以用嚟形容有啲人做事虎頭蛇尾，冇乜恒心嘅，只係貪一時嘅新鮮感嘅啫。又可以話佢你淨一新屎坑3日香。仲可以用嚟形容某件事物，嗱，譬如話呢間店鋪剛開張嗰幾日好好生意嘅，砰砰聲走去買，咁但係過後之後咧就蚊都冇隻。嗱，呢一種情況，咁老廣亦都會話，新屎坑3日香啫。咁同樣都係用嚟形容圖一時嘅新鮮感咁解。但係呢句新屎坑3日香嘅講法又點嚟嘅咧？嗱，有人話呢句歇後語係同舊陣時嘅婚嫁習俗有關。咁呢個馬桶喺舊陣時就叫做子孫桶，喺結婚嘅時候就會放一啲蓮子百合落去嘅，寓意係乜嘢咧？百年好合啊嘛，仲會放一朵蓮花落去，寓意係乜嘢咧？係生嘅仔女好似蓮花一樣咁靚。嗱，喺結婚當日，咁老一輩就會將呢個子孫桶攞出嚟，放喺張大床周圍，仲會叫個小朋友屙督童子尿同埋落去。寓意就係黃金滿屋咁話喎，咁但係桶裏面嗰朵蓮花嗱，最多香得3日嘅啫嘛，香3日之後就會俾嗰督黃金之物嗰股味道冚住咗噶啦，咁香3日就冇，所以咪有咗呢一句新屎坑3日香咯。嗱，歇後語真係包含咗好多廣府特色嘅，所以建議大家要多啲去講，多啲教你細佬哥講。好啦，咁今期暫時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我問下你。江雅算打老虎，下句係咩樣？知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吹過，拜拜。講白話撐粵語自己有點嘅讚。Hello， 大家好，我係大棉妹。嗱，喺粵語裏面有句俚語叫做執番劑，嗱，本意係指抓醫苦中藥咁解。嗱，執中藥一般可以話來醫苦中藥，嗱，因此亦都有來一發嘅含義，即係嚟多鑊啦。嗱，你知啦，中藥係可以清熱降火噶嘛，嗱，所以又引申指，嗱，冇錯就係你諗咁樣，又引申指男歡女愛情到濃時興合合嘅時候，就需要揾人降下火，呢個時候你就可以講翻佢打醒執番劑啦。但係如果有人好惡咁同你講，靚仔啊，又揾我品，你係咪想執番劑啊？嚇！
嗱，執番劑個執字嘅本字係用提手旁加個最。嗱，呢個字普通話兩個讀音，可以讀左、搓。咁粵語三個讀音，可以讀撮、執、捽。嗱，當讀撮音嘅時候，第一個係解作聚合嘅意思，譬如話撮合；第二個係解作取、摘取嘅意思，譬如話撮要。嗱，可以咁做句。留佢兩個孤男寡女喺度，你係咪想撮合佢哋啊？咁當發執呢個音嘅時候有兩個意思。嗱，第一個係用手指捏取細碎的東西，譬如話執藥或者執番劑。嗱，第二個係解作量詞，譬如話一執頭髮、一執木或者一執米。嗱嗱聲拿執米去餵啲雞啦！嗱，當發捽呢個音嘅時候係指用手捽成團，譬如我哋沖涼都會做嘅捽。嗱，個捽字喺說文解字裏面有解釋到四歸也，一約兩指絕也，從手最聲倉闊切。注歸古代量詞，一歸約0.5毫升，一執為四歸，約為2毫升。嗱，個執字喺康熙字典唐韻正韻裏面有解釋到倉闊切，集韻韻回粗闊切，全入聲，欲編三指取也。嗱，喺魯迅且介亭文集裏面就有一句剃去一圈，留下一執。你睇你啊，大隻累累生沙虱，快啲揾街口嗰個陳醫生執翻幾劑穩陣啲啊！喺粵語裏面仲有好多關於執字嘅俗語，咁呢個執字喺字典裏面嘅意思係指拿着、掌握、捕捉、堅持、實行、憑單、憑有、盛事嘅意思。咁喺粵語裏面又引申指收拾、處理等含義。嗱，譬如話呢一個執二攤，即係指用人哋用過嘅嘢，或者係揀人哋唔要嘅嘢，就為之執二攤。咁執手尾嘅意思，即係指處理未完成嘅工作，又或者係做人哋遺留落嚟嘅麻煩事。咁執死雞嘅意思，即係指意外得到好處，或者係買到平嘢，執現成嘅，又或者係買退票嘅意思。咦，阿媽，你又去超市執死雞啊？依家啲後生女真係啊，呢啲唔係叫執死雞，係叫知慳識儉。除此之外，仲有個盞鬼嘅詞彙就叫做執笠。嗱，執笠即係指商店或者公司關門結業嘅意思。嗱，有人認為執笠呢個詞係由立執演變過嚟。咁因為商鋪一旦關門結業，各人就需要立刻執拾私人物件同埋餘貨離開，所以就叫做執笠。嗱，亦都有人認為執笠呢個詞係嚟源於舊陣時廣府地區嘅趁墟。咁如果生意唔好嘅情況之下，就要將賣唔完嘅嘢執翻落個笠嗰度，所以就叫做執笠。咁執笠呢兩個字嘅本字應該係用單人旁呢個執笠。嗱，個執字喺康熙字典集韻裏面有解釋到不為也，又廣韻集韻不治安也，集韻不注事。咁個笠字喺廣韻裏面亦都有解釋到不任事也。咁喺廣韻裏面亦都有記載執笠不任事也，今為商店閉歇若執笠，言不為貿易之事也。咁詹憲慈先生喺廣州語本字裏面亦都有記載，執笠者商店停業之名詞也，俗讀執笠若十笠。咁究竟係提手旁嘅執笠，定係呢個輸入法已經打唔出嘅執笠呢？一直都有爭議。咁若然有更加權威嘅答案，歡迎底下留言交流下啦。阿媽，不如咁啊！打本俾我做生意咯，依家市道唔好啊，好多商鋪都執笠，睇定啲先啦。咁因為戴口罩嘅原因，好多商店都受到衝擊，出現商店執笠嘅倒閉潮。嗱，希望可以快啲過去，令到市場回復翻正常，令到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可以快啲滿月復活啊嘛。嗱，好啦，到最後揭曉上一期嘅謎底，81就係開平。咁今期嘅問題係執蘇州屎同埋執條褲帶累身家，知唔知係咩意思呢？知嘅話底下留個言。好啦，今期嘅視頻暫時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男怕小嘴，女怕鼻大，呢一句說話係咩意思呢？男人個嘴越大就越好，女人個鼻的色先靚啊！男人的嘴騙人的鬼，大小都不好，女人的鼻子大有用，就是旺夫有財運咯，不是嗎？古老話講，男人口大壓四方，女人口大壓窮郎。即係點解呢？都話佢口大，一男人就好咯。女人口大就咁好咯。我壓窮郎喎，以前係咁講啫，因為好多口大嘅啲嫁得幾好。以前啲人啊細眉嘴細就好就靚。哦，呢啲人咧就要大眉嘴大，因啲人話男人鼻大就有錢，女人口大有福，唔知係咪啦？咁你覺得鼻大好啊，定係鼻細好咧？咁女人或者係男人口大好定係口細好咧？吓？
男怕小嘴，女怕大鼻。嗱，呢一個係古人教落嘅識人術，咁用喺結交朋友或者係擇偶方面都可以嘅。嗱，字面上嘅意思係指男人嘅嘴細或者女人嘅鼻大嘅話就唔好。換言之，即係話古人認為男人嘅嘴越大就越好，而女人嘅鼻細先至為之好。咁呢一個講法究竟啱唔啱、準唔準呢？嗱，先講下男怕小嘴。嗱，有個櫻桃小嘴係好靚嘅。但係如果男人都有個櫻桃小嘴嘅話，就唔係咁好啦。咁先解釋下呢度嘅小嘴，唔係指嘴嘅形狀，而係指一把沉默寡言、唔善於表達、唔善於交流嘅嘴。有句說話係咁講嘅：男兒嘴大食四方啊嘛。咁呢度講嘅其實唔係指男人嘴大嘅形狀，而係指男人喺四面八方都咁識同人交流，咁善於表達自己，能說會道嘅嘴。嘴大嘅男人係好識得講嘢，好善於同人哋交際，好善於去表達自己。就算喺出邊打拼去搏殺，都好容易獲得大展拳腳嘅機會。嗱，呢一個就係男兒嘴大食四方嘅解法。咁相反，如果個男人嘴細嘅話，遇到凡事都唔出聲，唔善於同人哋溝通，唔善於同人哋交流，就算喺外面打拼都好難結交到朋友，唔好話遇到好嘅機會啦，係咪？咁第二方面就係從面相嚟講，按照古人嘅審美，男人如果有個櫻桃小嘴嘅話，係好唔夠氣概嘅。你睇翻古代嘅將軍，好多都係大嘴型嘅，係咪？嗱，按照古人嘅審美，仲有個講法話，如果男人個嘴型細、嘴唇薄嘅話，就會薄情薄義，好小氣咁話。唔關我事啊，呢個係古人講嘅啫。嗱，仲有啊，喺古人眼中，個嘴同食飯係好有關聯嘅。咁如果男人嘴大嘅話，食嘅嘢就自然多噶啦嘛，食嘅嘢多咗，身體自然好噶啦嘛。你知啦，古時候都係靠體力勞動嘅，所以有一個強勁嘅體魄係好重要。咁相反，如果嘴細細嘅男人，食嘅嘢好少，身體就自然冇咁好噶啦嘛。嗱，所以按照古人嘅審美，男人個嘴越大就越為之好咁話。不過時代又唔同喎，依家又興暖男喎。嗱，你睇翻電視上面嗰啲小鮮肉，個嘴細細又好受歡迎嘅。嗱，所以以貌取人又係唔得嘅。咁你認為男人個嘴大好啊，定係嘴細好呢？留言話我知咯。嗱，再睇翻女怕大鼻又點解呢？喺我印象中，女人個鼻越大就越旺夫，越有福嘅喎，係咪？嗱，睇翻古人嘅審美啦。古人認為女人要生個櫻桃小嘴，個鼻細細就會好聰明，個人生得嬌嬌滴滴、清清秀秀、溫溫柔柔，咁啊至好啦。咁相反，如果鼻大嘅女人嘅話就唔係咁好，同腳大一樣，好難嫁出去咁話。咁呢個鼻其實五官嚟講係最重要噶啦。咁睇翻古人喺相學裏面就認為，嗱，女人如果個鼻大嘅話，做事就會好粗心。好有野心，個性強勢，對外界嘅誘惑都會有好多嘅慾望，唔係一個安分守己嘅女人。所以古人認為鼻大嘅女人係唔會甘心過普通嘅生活嘅，亦都唔會忠於一個家庭。其實我覺得呢個講法唔係話古人錯，係好符合古時候嘅講法。因為古人一向都覺得女人無才便是德啊嘛，咁鼻大嘅女人有野心喎，咁有野心嘅女人喺古時候係大忌嚟噶嘛，所以話鼻大唔好，好符合古人嘅審美啊，係咪？但係放喺現時嘅社會就未必啦，因為我哋都聽過，女人鼻大鼻頭有肉就旺夫，就好有福分，就好有財運咁話。嗱，唔理佢鼻大定鼻細先，咁放喺現時社會，一個女人有野心，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嚟嘅，證明佢有本事啊嘛。但你再睇翻好多女明星，譬如話黃奕、賈靜雯，近期好紅嘅佘詩曼，佢哋嘅鼻都唔細喎，係咪？一樣係咁叻、咁有本事、咁有財運啦，係咪？所以如果按照古人審美呢一點放喺依家嘅話，其實唔一定啱嘅。從面相嚟睇嘅話，都冇乜科學根據，亦都證明唔到啲乜嘢，只可以話見仁見智啦。咁如果話鼻細好鼻大唔好，對於鼻大嘅人嚟講，又好似真係唔公平喎，係咪？咁你認為女人鼻大好定係鼻細好呢？嗱，所以民間俗語唔可以全信，但係亦都唔可以話佢係錯，只不過係每個時段嘅睇法唔同啫。記住，人不可以貌相，海水唔可以斗量。咁以貌取人係唔啱嘅，但係相由心生都冇錯。咁今期分享住咁多，到最後輪到你發揮啦。你又點睇今期講嘅男怕小嘴，女怕大鼻呢一句說話呢？你又覺得如果相由心生嘅話，睇邊方面又可以證明到乜嘢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人老兩年堪，邁過得福壽。嗱，呢句說話講嘅兩年堪係指邊兩年呢？大步啱過就可以長壽。
唔通係話因住收尾嗰2年財大吉利是，掠口水講過，呸呸呸！有啊，有啲人話過咗走啊，我哋有100喎。咁你鄉下有冇呢個講法嘅咧吓？嗱，長壽嘅壽係5福之首，從古至今長壽都被認為係有福氣嘅人。咁尤其喺古代，古人對於長壽係好執着嘅，追求長命百歲，甚至係長生不老。譬如話喺明代嘉靖皇帝服用大量嘅丹藥，都係想長生不老，但係享年60歲就瓜咗啦。仲不如普通老百姓食一啲粗茶淡飯，反而可以活到過百歲。睇翻古人講嘅人老2年堪，邁過得福壽，意思即係話，如果一個老年人想高壽嘅話，就要邁得過呢2年。但係呢2年堪指嘅係邊2年呢？吓，又有咩講究呢？其實講嘅就係73歲同埋84歲呢2年。按照老祖宗嘅說話就係過得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限嘅話，咁壽命就會延長咁話。但係呢2個年齡有咩咁特別呢？吓，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農村有句咁嘅說話：73、84，閻王不叫自己叫。講嘅就係73歲同埋84歲人生呢2道坎。咁一般人係好難過到嘅。但係呢2道坎嘅來源咧，就係同我國古代2位聖人有關咯。一個就係儒家學派嘅創始人孔子，提倡仁愛、忠誠、公正、禮儀等等嘅思想，影響咗我國幾千年嘅歷史同埋文化，俾世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不過孔子只活到73歲。而另一個年齡就係同孟子有關。孟子亦都係儒家嘅代表人物，咁佢主張嘅係民為貴，君為輕，仁者無敵，提倡嘅就係仁義善嘅思想。孟子俾後世人尊稱為亞聖，咁孟子比孔子長命啲，有83歲，所以老百姓就認為啦，就連孔子同孟子呢啲咁樣嘅聖人都捱唔過73歲同埋84歲呢2年，咁普通人又點會捱得過至得㗎？所以73歲同埋84歲呢2年就成為咗人生最難捱嘅2道坎啦，亦都成為咗老年人嘅障礙。亦都因為咁，老百姓認為只要大步攬過呢2年嘅話，就會有福有壽咁話。呢個就係人老2年堪，邁過得福壽嘅由來啦。不過呢個講法有冇根據嘅咧吓？有人認為係迷信，亦都有人認為可信。咁事關73歲叫做古稀之年，84歲就叫做耄耋之年。呢2年係第7個生命周期之中收尾嗰2年。代表住生命周期嘅始同埋終，順利過到嘅話就會煥發新嘅活力。所以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齡段就被視為係人生嘅轉折點啦，亦都可以話係難關咁話。但係從醫學嘅角度嚟分析，咁古人嘅平均年齡最多都係50-60歲啫嘛，但係現時嘅人嘅平均年齡就去到78.2歲啦，即係越嚟越長命啦。所以73歲同埋84歲又未必係高風險期喎，係咪？只不過既然有人咁講，就有人咁聽啦。既然古老話落嘅話，咁後世人都會好重視。甚至有啲老人家會覺得呢2個年齡段係一個關鍵嚟嘅。喺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齡嘅時候，就食齋或者係敲經念佛。咁仲有啲老人係會好敏感嘅。當有人問起佢你貴庚嘅時候，佢就會避開，刻意唔講自己係73歲或者係84歲，因為講出嚟係好晒命嘅，怕俾天知咁話。甚至有啲老人家仲認為喺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齡段係唔好擺大壽嘅，求其屋企食餐飯算啦，親戚朋友都唔好過嚟探啦。咁事關佢哋覺得畢竟聖人佢都避無可避啦，普通老百姓又點可以咁虛含去擺大壽過呢2道坎咧？係咪？咁樣係好狂妄、好高調噶嘛，係唔得噶嘛。就算冇太多嘅依據支撐呢句說話都好，但係既然有人咁講，就有人咁聽噶啦嘛。古老話落嘅嘢就代代相傳落嚟嘅，但係我認為長壽又唔可以話單單靠句俗語嘅。古人講呢句說話，只不過係想老年人多啲重視自己嘅身體嘅啫。與其擔心呢2個年齡階段嘅話，倒不如平時多啲去鍛煉下，作息要定時，少飲啲酒，少食2支煙，保持一個良好嘅心態，有好嘅身體嘅話，自然有福又有壽啦，係咪？好啦，今期分享住咁多，到最後輪到你發揮，老人家要到咗幾多歲先至可以擺大壽呢？吓？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Hello， 大家好，我係大面妹，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個咧就係一個廣東歇後語嘅視頻啦，相信好多80、90後咧都聽過，但係未必個個都知道咩意思或者識講噶咯。好啦，準備接招。
阿崩叫狗，你知唔知係乜嘢啊？叫熱狗，牛皮燈籠咧？唔知道喎，即係好似你依家咁點極都唔明咯。神台貓屎係咩？倫敦鬼宴，咁叻，仲有鬼拍後尾枕咧？呢啲個鬼拍後尾枕啊！打字機嘛，你知道㗎？香港人兜歇後語咯。阿茂整餅，你知唔知係咩咧？知啦，即係話你咁咯，冇鬼樣。阿崩叫狗，下一句係咩？知唔知？不知道啊！我發現原來好多廣東人都唔識得呢啲歇後語喎，我以為8090知啫，原來連頭先呢兩個7零後都唔知喎，點解咧？老婆撥扇，老公撥扇先凄涼啊，知唔知啊？神台貓屎，知唔知咩意思啊10月芥菜咧，呢個都知。係起心咯，喂，唔講唔知喎。我之前咧以為10月芥菜咧原來係恨嫁嘅，唔知有冇呢個理解嘅咧？跟住呢個咧講係啲南部泥菩薩過江，識唔識先？呢個我有聽過，咪就係話新南寶咯。哦，真係幾盞鬼㗎！細個嗰時候咧，俾阿媽話我，一放學翻嚟你就冇掩雞籠咁，成隻甩繩馬騮咁嘅。咁當時候咧，網友仔你知唔知啊？當時候我覺得我阿媽咧，哇，做咩講得嘢咁俗氣㗎？好似口吐芬芳咁樣嘅。跟住大個咗，我先發覺，話原來我阿媽真係好鬼有文采嘅啫。後來我聽得多，我先至知道，原來係話我經常自出自入，而且咧仲好似甩咗繩嘅馬騮一樣，到達跳到達走嘅喎。都仲未夠喎，頭先講咗咁多，你識幾多個啊？嗱，再嚟咯喎，豉油撈飯，你知唔知係咩咧？邊個諗先？有顏色嘅，整色整水咯，有冇人估到㗎？老細成日講嗰句跪地餵豬扒，係咩意思咧？我名叫 King Kong，證明你老細係睇錢佛上啊嘛！黃鱔上沙灘，你知係咩話？唔死一身殘啊！呢個時候咧，我驚有網友喺底下留言話我，你正一真係生草藥嘅，點解咧？因為話我噏得就噏啊嘛。好啦。頭先講咗咁多呢啲廣東粵語嘅歇後語，唔知你又識得幾多個呢？你仲有冇咩咁得意、更加精彩嘅歇後語話俾我聽呢？記得喺底下留言話俾我知噃。好啦，今日大面妹嘅視頻暫時就分享到呢度啦。咁你記得喺底下留言關注我，同埋點個讚啊！下次我哋再見啦，拜拜。男人口大入四方，女人口大入窮浪。咁即係話睇人就要睇個嘴。女人啊睇個嘴，男人睇個鼻。咁點睇咧？女人嘴大個口大就唔好，又窮個老公。男人就高粱鼻上嘅揾錢。我呢起先就話鶯歌鼻，之前尾得意嘴，柳條身，瓜子面，咁就為之靚啦，靚女啦，一級啦。咁乜嘢叫做絲線眉咧？即係起先者未幼就好。嗱，人嘅樣貌係好神奇嘅，每個人都有眼耳口鼻，但係每個人生得又唔同喎。喺神話傳說裏面就有女媧造人嘅古仔。嗱，注意啦，呢兩個字普通話讀女媧，粵語讀女媧。喺傳說裏面，女媧係用黃泥按照水中嘅倒影，將人嘅樣貌做出嚟，所以有高矮肥瘦、三尖八角。但係點樣可以通過一個人嘅樣貌去識人、去揀老公、揀老婆呢？以貌取人係唔啱嘅，但係相由心生就可以參考下啦。咁相由心生嘅意思，即係話可以通過一個人嘅樣貌去睇穿一個人嘅內心。古人就發明咗好多關於面相嘅學說啦。咁佢哋認為一個人嘅面相係可以決定一個人嘅命運。咁一齊嚟睇下準唔準咯。民間有句俗語，男看鼻，女看嘴，一生富貴是非少。嘴同鼻到底可以睇出啲乜嘢呢？先講下女看嘴。咁早期同大家講過啦。按照古人嘅審美係中意啲櫻桃小嘴，個嘴生得細細的的色色，睇起身就好文靜噶。我算唔算啊？
咁相反，如果女人嘴大咁就唔好啦。按照古人嘅審美，嘴大嘅女人係唔靚嘅。咁再加上古人認為嘴大嘅女人，而且係好吔得嘅，分分鐘會食窮郎咁話。所以女人嘴大食窮郎就係咁解啦，唔係我講嘅，古人講嘅啫。有個詞彙大家都聽過嘅，就係大嘴巴、長舌婦、啲哚婆，講嘅就係中意講人八卦嘅女人，中意講是非嘅女人。講得是非多就自然會惹是非上身噶嘛，咁惹是非即係拿屎上身啦，係唔好噶嘛。再從面相嚟講咯，古人認為男兒嘴大咧就食四方，但係如果女人嘴大嘅話咧，唔單止會食窮個老公，仲會影響家中老公嘅財運咁話。而喺生活上咯，都會遇到好多坎坷嘅事情，好多唔如意嘅事情，甚至會有紅顏薄命嘅象徵。不過呢一點就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吓。但係喺中醫嘅角度嚟睇，的而且確係可以通過一個人嘅嘴唇嘅顏色深淺去判斷一個人健唔健康嘅。譬如話嘴唇比較烏黑嘅，就可能個肝有問題，要注意下啦。所以古人就認為啦，睇女人娶老婆先睇個嘴，唔單止可以睇得出佢係咪多嘴嘅人，而且仲可以通過個嘴睇一個人嘅人際關係同埋財富運程啊等等。呢一個就係古人用嚟判斷女人是否優秀嘅一個標準之一啦。咁你認為準唔準呢？準嘅話打個準字，覺得唔準嘅話打唔準兩個字，留低你嘅見解。既然女人睇個嘴，咁男人就要睇個鼻嘅咯。古人認為一個男人嘅鼻就代表財運，可以睇得出佢富唔富貴。如果呢個男人個鼻頭圓潤、山根挺拔、鼻梁方正不挺，就講明呢一個人係大富大貴之命。咁古人講得準唔準，有冇科學根據？我就唔知啦。但係我發覺好多大富大貴之人，佢哋嘅鼻都係好挺直、好飽滿嘅。例如話香港富豪劉鑾雄、李嘉誠。仲有賣水賣到過億身家嘅鐘閃閃，人哋嘅名普通話讀鐘閃閃，粵語讀鐘閃閃。仲有萬達董事長王健林，你有冇發覺佢哋嘅鼻都係又直又飽滿嘅？咁相反，如果一個男人個鼻凹咗落去，或者係生得歪歪斜斜嘅，咁就唔好啦，會影響仕途咁話。咁點解會有呢個講法呢？事關喺古時候考科舉嘅時候，咁最後一個項目就係考察考生嘅儀表啦。咁如果呢位考生嘅鼻係歪嘅、凹咗落去嘅，就基本上俾勾咗噶啦。所以喺古時候嘅男子個鼻係好緊要，直接影響佢嘅前途。但係放喺依家就唔一定啱用啦。始終都係呢句人不可以貌相，海水唔可以斗量啊嘛。以貌取人始終都係唔啱嘅，又唔可以話一竹篙打沉一條船，係咪？仲有一種就係鷹鈎鼻啦，有句說話係咁講嘅，鼻如鷹嘴，着人心水。咁鷹鈎鼻係好定係唔好呢？其實睇你從邊方面去睇嘅啫。好多當紅嘅明星都係有鷹鈎鼻嘅，譬如我哋大家都認識嘅劉德華啦、胡歌啦、李維嘉、吳欣，仲有鄭希怡啊等等。佢哋都係鷹鈎鼻嘅。咁你話好定係唔好至得噶？咁所以古人就認為啦，睇一個男人就要先睇佢個鼻。鼻係代表財富，鼻翼就代表財運。一個鼻生得靚唔靚，就會知道佢財運亨通、富唔富貴、積唔積累到財富咁話。咁唔知你又滿唔滿意自己嘅鼻呢？正話所講嘅就係男看鼻，女看嘴，一生富貴是非少。古人總結出嚟嘅經驗之談啦。科學就唔科學啦，但係係一代代人經驗總結出嚟嘅嘢，都有一定嘅道理嘅。但係對於呢啲俗語，我哋都唔可以全信嘅，只可以話通過呢啲俗語去得到一啲警示。咁畢竟我哋想要大富大貴，都唔可以話靠個鼻或者靠個嘴噶嘛，係咪？都要靠自己努力同埋靠自己嘅智慧去創造。你話啱唔啱呢？好啦，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到最後輪到你發揮啦。你認為睇一個人係咪大富大貴之人，係睇邊方面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